世间万物皆有灵性，忠犬护主的故事应该是流传最广的，而傲娇的猫咪愿意为了主人挺身而出的故事确实鲜有流传。我相信，如果世间真有天使下凡，那它一定不只有人类一种皮囊。我是调查员开司，我找到了10个猫咪救人的故事，可是因为故事比较长，所以做成了2集。那么故事现在开始。第10位 Tara 奋勇对抗恶狗，拯救小主人。Tara 是一只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雌性虎斑猫，它于2008年出生，并不久后就成为了特里安达菲洛家的一员。它像其他家猫一样优雅撒娇，愉快地长大了，并且尤其受家里的3个小儿子的喜欢与亲近。6年后，它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勇敢与忠诚，是当之无愧的家庭成员，而不只是一只宠物。2014年，当4岁的小儿子小杰在院子里玩小单车的时候，邻居的一条拉布拉多松狮串串趁着主人不注意溜出了家里，并且扑向了小杰，将他强行从单车里拉倒，并且对他的小腿进行了疯狂的撕咬。短短数秒之间，机敏的 Tara 马上反应了过来，他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冲向了体型比他大1倍的恶犬。交手仅1回合，这条恶犬马上被 Tara 同归于尽、奋不顾身的气势吓到，马上夹着尾巴逃回家里。虽然只被撕咬了不到3秒钟，小 Jeremy 的左小腿仍然缝了10针。所幸 Tara 来得及时，不然甚至可能伤及筋骨。它的主人将监控录像放到了 YouTube， 这只神猫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美利坚。随后 Tara 被授予了仅售军犬的蓝虎奖章、英雄狗奖章和1年份的高级猫粮。顺带一提，狗如其名的凶手恶狗 Scrappy 在不久后受到了安乐死。虽然有很多网友在网上联名反对，但 Scrappy 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第9名 Masha 保护了一个弃婴，防止他被冻死。Masha 这只长发褐毛的流浪猫是俄罗斯的一座公寓大楼的常客。那天晚上，玛莎持续很久的怪长猫叫声，以及与以往大相径庭的问候，让艾蕾娜不由得下楼去检查她的情况。因为回家时她没有像往常一样过来缠着她撒娇，眼前的景象却让艾蕾娜惊得面无血色。玛莎正蜷缩在一个大约2个月大的婴儿旁边。婴儿马上被送往了医院，医生却表示婴儿状态很好，完全没有被冻到。回忆起那天的天气，公寓的一位居民说，如果没有 Masha 用绒毛和体温保护这个婴儿绝不可能在那样的寒冷上面生存下来。8号，一只橙色虎斑猫解决了自杀僵局。2015年10月9日下午，三藩市一名男子被加州高速公路巡逻队拦截了下来，因为他所驾驶的 Toyota 没有车牌。警官让该男子坐在路边，警察向他询问并检查了汽车的注册信息。当系统显示汽车被盗时，这个偷车嫌疑犯跳了起来，很快就逃到了附近的建筑物里。然后他骑在一个3楼的窗户上，威胁警官说自己要跳楼。经过了3小时的调解谈判，专业的谈判小组却完全没有劝动这名男子从高处挪动1尺。
打破这场自杀僵局的是男子的家人，带着他的橙色小虎斑猫来到现场，将小猫交给这名疯狂的男子。这只小猫在45分钟后完成了谈判小组交通部门花费了3小时也做不到的事。他成功安慰了这名男子，使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。随后，这名男子抱着他的猫自愿走出窗户，毫无反抗的被警察拘留。第7位，汤米拨打了急救电话。汤米是一只棕褐色的猫，与它的主人加里罗谢森一起生活在美国俄亥俄州。由于严重的骨质疏松症，加里无法离开轮椅，骨骼非常脆弱。3年前，加里收养了托米来排解孤独，并且报纸上说猫能有助于降低血压，有益健康。2005年9月，致命的心脏病发作了，加里从轮椅上掉了下来。因为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和中风，虚弱的他再也无力站起去够到墙上的电话。一番挣扎后，他随即陷入了昏迷。附近的一名警察到达了家里的公寓，因为有人从家里的电话拨打了911，可是什么也没有说。当警察到达时，托米躺在地板上的电话旁边，家里也终于逃离了死神的魔爪。醒来后，主人家里说拯救自己的英雄是托米。原来家里曾经反复试图教过托米在遇到危机状况时如何按下按钮。也许如果你认真的跟你的猫沟通，它真的能听懂你的话。第6位，汤姆少校从沉没的游艇中救出主人。汤姆少校是一只黑白色的猫，与它的主人澳大利亚人格兰特·麦当劳一起坐在一只名为鱼鹰号的游艇上。2015年9月，当鱼鹰号停在距离西澳大利亚州海岸40英里的海域时，它开始进水了。当时麦当劳先生正在熟睡，如果不是汤姆少校在早上5点钟就早早的醒来，并且执拗的对麦当劳先生的脑袋使出了26套猫拳，麦当劳先生可能就在睡梦中沉入了印度洋中，成为喜怒无常的大海底下一只无名冤魂。醒来后的麦当劳迅速意识到他的爱艇即将沉没，他当机立断，抛弃游艇，搭乘救生筏，并且在所剩无几的时间里，他只够带走他最珍贵的宝物，他的爱猫汤姆上校。一个人，一只猫，乘着救生筏，在黎明前失去了方向，在大海随波逐浪。数小时后，他俩被一只中国商船救起，脱离了危险。虽然捡回了一条命，但是麦当劳先生除了汤姆少校，什么都失去了。他甚至连衣服也顾不上穿。他将和汤姆少校一起在路上重新开始。下一集我们还会接着讲剩下5个英勇救人的猫咪的故事，不妨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打开小铃铛，并点个赞，也不妨在评论区称赞下这些珍贵的朋友。如果你想看到这些英勇猫咪受到采访和获奖时的原版视频，可以点击我的账号，我整理并做了翻译，放在一个专门的播放列表里面，并且附上了原地址。假如你也养了一只猫，你觉得你的猫咪会为自己挺身而出吗？觉得会的朋友，不妨在评论区扣个1。
我们下期再见。